我亲手挖下自己的眼睛送给妹妹，只为让她能够活下去。然而她长大后却联合世间强者，将我封印于玄冥冰棺，欲要将我炼化至生死道消。因为在所有人的眼里，我是世间最邪恶的存在。面对这必死的结局，我淡然一笑。生又何欢，死又何惧？我已完成一生的使命，生死无悔。此时的至尊山上，就在众人欲催动法术开启大阵之际，突然一股刺骨寒气冒出，悬浮于玄冥冰棺之上。这一突变，顿时让在场的各门派修仙者紧张起来，纷纷祭出法器严阵以待。这时，一名绝美女子连步上前，她那曼妙的身姿，加上仿若万年玄冰般的清冷气质，周身数米内竟无一人敢靠近分毫。只见她轻喝一声，眼中冒出刺眼金光，让在场修士无一人敢直视。女人叫江清雪，尊者大成的实力让她成为人界之主，整个玄天界能与她媲美者不超5人，一双金睛火眼更是世间顶尖神器。她和关中的5界至尊本是一对青梅竹马，两人年少时迅速崛起，成为了世间至强的存在。可是最后两人却反目成仇，5界至尊前往了魔界，而江清雪则成为了人界之主。江清雪打量一番冰棺后，随即说道：玄冥冰棺乃是坚神物，在炼化时会产生天地异象，7日之后，罐中之人自会被彻底炼化，而在此期间，罐内之人一生的记忆都会凝聚成画面，展现在神、人、魔3界。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恶魔医生所犯下的罪孽。江清雪的话音刚落，冰棺上的雾气在天空中形成一幅巨大的画面。众人望去，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出现在了画面之中。此刻他正悠闲地躺在槐树下，旁边摇篮里睡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娃。众人顿时目光一致，此人正是少年时代的至尊叶浩。这时画面中一个儒雅的男人出现，一脸微笑地走到叶浩身边。这是我的父亲。江清雪如寒冰般的眼眸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但很快便恢复了正常。他修行千年，红尘之事早已看淡。画面中的江府宠溺地看着叶浩，等小清雪长大了，我让她给你当老婆。这么丑还想给我当婆娘？您自己留着慢慢养吧。这话让至尊山上的人面面相觑。未来的人界之主，绝美的冰雪女神，在幼年时间竟然被人嫌弃丑。当人们继续津津有味地看着画面时，异变突起，10几个杀手闯入小镇，不问缘由的便展开杀戮。江父紧张地将小清雪塞到叶浩手里，又将她推进自家的地窖，并且叮嘱他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可江父刚出门就被一道身影直接斩杀，黑色身影未作停留，闪身进屋，看着空空荡荡的房间，一无所获后便转身离开。躲在地窖里的叶浩死死捂着江清雪的嘴巴，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身体却在不停地颤抖着。突然，至尊山上一群人放声大笑。谁能想到，他们眼中不可一世的魔头，在年幼时期差点被几个普通凡人所杀。甚至有人感叹，如果至尊年幼时便死于他们之手的话，哪里还有后来的腥风血雨？这话说到了人们的心里，就连江清雪也微微点头赞同。想到自己后来遭受到的非人折磨，如果当初和叶浩一起死在这里，何尝不是一个更好的结局？画面中，随着黑衣人的离去，叶浩带着江清雪从地窖中走了出来。就在所有人都怀疑他下一刻就会将江清雪扔下时，他却紧紧地抱紧江清雪，跌跌撞撞地朝外跑去。看着画面中吓得浑身颤抖却依旧护着自己的叶浩，江清雪的眉头微皱，这些记忆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可这一幕让他有些动容，毕竟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带着一个幼儿，接下来遇到什么几乎都能猜到。这时，周漫漫来到江清雪的旁边，江尊者，你可想好了？虽然至尊曾经对你呵护有加，但后来可是亲手挖下你的虫瞳，抽了你的至尊骨，他更是将你放在烈焰中祭炼9981天。若非你天赋异禀，觉醒了金睛火眼，恐怕你早已被炼化成渣了。听到周漫漫的话，周围人顿时一惊，这绝对是隐秘中的隐秘。江清雪的眉头再次紧皱起来，绝美的脸上重新布满寒霜。无论年幼时做过什么，也弥补不了他后来的残忍。见到江清雪恢复神态，周漫漫才满意的看向罐中的叶浩，一双眼睛满是仇恨，甚至有些怨气。在他的记忆深处，叶浩对自己造成的伤害，10个江清雪加起来都不够。你终于落到我手里了，这些年的债，我要你一点点还。这时画面再次一转，只见小叶浩从小镇一路跑到森林里，直到力气完全用尽才停了下来。可当他刚坐下休息时，一匹饿狼突然出现在两人的面前，毫无征兆地朝着叶浩怀中婴儿扑了过去。原本被吓傻的叶浩忽然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他用自己瘦弱手臂挡在了妹妹面前，被生生的撕咬掉了一大块血肉，这让人们一时间无法表述自己的心情。这种情况下，叶浩只要扔下江清雪便可独自逃走，可是他却本能地选择了保护妹妹。江清雪目不转睛地看着画面里，以往那些被他遗忘的经历，随着
画面的不断的出现，仿佛在他脑海中重启。伴随着江清雪的哭声，叶浩仿佛化身野兽一般，同恶狼扭打在了一起，一人一狼拼命的撕咬着对方。观看画面的都是当时顶尖强者，一生经历过无数残酷的战斗，但是此刻一场没有任何修为的战斗，看得他们头皮发麻。原本一言不发的江清雪双眼已经微微眯起，他从没想过叶浩曾经会为了他做到这个地步，这一幕让他无比震撼。看着画面中的叶浩，江清雪心中忍不住感叹：如果人要是不会变，该有多好！画面中变故再现，就在叶浩快要支撑不住时，一道幽蓝的恐怖双眼在叶浩背后的虚空中缓缓睁开。刚才还凶狠的恶狼，此时却仿佛被血脉压制一般不敢动弹。虚空中那双幽蓝的眸子，宛如帝王般的眼神俯瞰着众生。刚刚还不可一世的恶狼，此刻被当场吓死。重瞳的出现让在场的所有人惊骇，这怎么可能？重瞳乃是世间绝顶天赋，一旦觉醒，这人便是天生的尊者。可是这双重瞳的主人，怎么可能会是叶浩？玄天五界都知道，尊者江清雪曾有一双重瞳，能上看天星，下看九幽，之后被至尊叶浩残忍挖下。但现在觉醒重瞳的怎么会是叶浩？同一个时代绝不可能出现两名重瞳者。人们再次看向画面，叶浩所有的力气用尽，昏死过去。一个小老头出现在附近，看着面前战斗造成的狼藉，满脸惊骇，于是赶紧将叶浩和江清雪抱起，向远处走去。等叶浩再次睁开双眼，猛地坐了起来，步步地查看自己的伤势。我妹妹呢？此时的他如同愤怒的小兽，咆哮着询问面前的老人。看到叶浩的举动，老人并不生气，伸出枯树般的手指向某个方向。小婴儿正满足地睡在旁边，见江清雪没事，叶浩这才放下心来。见到叶浩冷静下来，老人缓缓开口：我这里还缺个送终的，可以让你留下来，只是家里的粮食不多，只够养活你一个人。那你能不能把妹妹留下？我离开这里。话里的坚决让老人微微一愣。这个小女娃就要死了，没有必要留下她浪费粮食。怎么会这么疼？此时的老人已经闭上了双眼，叶浩看了看老人，又看了看依旧睡着的江清雪。下一刻，他连滚带爬地冲到老人面前，对着老人不停地磕头，双眼通红地求老人救救自己的妹妹。老人没做理会，叶浩额头鲜血不断流出。看着叶浩为了救江清雪竟如此卑贱，玄天界的修仙者们全都陷入死寂。江清雪一双美眸死死地盯着叶浩，藏在素裙里的手已经紧紧握拳。她的面容虽然依旧精美，但此刻已经染上了淡淡的煞气。她做梦也没想到，年幼之时的叶浩竟然会为了自己如此卑微。那哀求和磕头的画面，仿佛重锤一般，一次次的砸在他的心上，身上逐渐泛起若有若无的杀气。江清雪双目寒煞的看着画面里的老人，这个老家伙真该死！他的金睛火眼能看破世间一切虚妄，他清楚的知道，此时熟睡的自己根本没有性命之忧。这个该死的老家伙在撒谎。感受到江清雪的杀气，所有人顿时一惊，心里都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叶浩的话仿佛触动了老人的心弦，如果可以救他，你愿意死吗？老人终于睁开了他那浑浊的双眼。叶浩没有立刻答应，反而出现了犹豫的神情。画面中的老人声音开始急促起来，甚至还一滴晶莹的泪珠从他脸颊上滑落。看着画面中叶浩带着自己艰难前行的样子，他的心中猛地一痛，不要再走了，他们在骗你。江清雪此时心中在无声的呐喊。此时的众人也仿佛忘了至尊犯下的滔天大罪，眼前只是一个为了救妹妹而付出一切的少年记忆。画面中，叶浩带着江清雪来到后山，一个身穿黑袍、长相丑陋的巫女出现在两人面前。得知叶浩的来意后，她哈哈大笑，从虚空中摸出红黑两粒丹药，黑色药丸服用后必死，红色药丸可治世间百病。叶浩使用出并不完善的重瞳之力，仔细看向这两枚药丸，红色药丸中藏着一只蛊虫，黑色药丸一片通透，没有任何异常。这时叶浩因法力亏损晕死过去。巫女闪身来到叶浩身边，露出满脸的惊惧。刚刚的重瞳之威让他心生忌惮，他伸出手轻轻翻开叶浩的眼皮，一双重瞳暴露在他的面前，只听见一声痛苦的哀嚎。巫女仿佛受到了重创一般后退数步，那股气势，那双眼睛错过，这一定是天生重瞳。他赶忙将红色丹药塞进叶浩的嘴里，叶浩的身体顿时出现阵阵红光，快速的修补着他受损的经脉。他又将黑药塞入江清雪的嘴中，小婴儿脸上顿时出现黑紫之色，剧痛之下，江清雪嚎啕大哭。她的哭声惹怒了巫女，愤怒的她就要对小女孩下毒手。突然，一道仿若来自九幽深处的声音在巫女背后响起：“你是在找死？”话音刚落，一只手掌直接掐住了她的脖子，一把将其捏了个粉碎。这雷霆手段让至尊山上的人倒吸一口凉气，这才是杀伐果断的至尊本性。叶浩看着浑身剧痛的江清雪，眼神中满是愧疚之色。此时江清雪哭声越来越小，仿佛随时都要死去一般，而叶浩则一脸宠溺的笑着：“放心吧，有哥哥在，你是不会有事的。清雪，再忍一下就好了，很快就不疼了。以后你可要做哥哥的眼睛，
下一刻，叶浩双指如钩，直接插向自己的双眼，鲜红的血液从眼眶中流出，叶浩却死死地咬着牙，一声不吭。所有的人看到这里惊呆了，这个恶魔为了救自己的妹妹，竟然生生地剜下自己的重瞳，这份果决问世间有谁能及？难怪未来的至尊会那么残忍暴虐，从小对自己都这么狠，着实可怕。江清雪吐出了一口鲜血，难怪他不知道重瞳的天生能力，原来重瞳本就不是自己的。曾经的叶浩哥哥到底为自己承受了什么？当他听到叶浩的那一句“以后你就是我的眼”，江清雪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喊着“哥哥”，不顾一切地扑向玄冥冰棺。众人大惊失色。就在这时，一道倩影闪身挡住了他的去路。江尊者，你找死！你若敢放他，我必杀你！妖界之主李采薇挡在了江清雪的面前，手腕一翻，一道赤色长鞭出现在他手中。魔尊周漫漫也陡然间气势迸发，空间一阵波纹闪动，下一刻，身影如鬼魅般闪现到江清雪身前。你若再敢踏前一步，我定与你不死不休。他的声音很轻，却有着一股令人不可抗拒之威。可此时的江清雪早已不顾一切，一个瞬移再次扑向玄冥冰棺。周漫漫和李采薇赶忙向江清雪抓去，可当江清雪碰到画面时，一股剧烈的疼痛感袭来，三女同时向后退去。没想到玄冥冰棺此时的回忆画面竟然能疼痛共享。江清雪脸色惨白，她凄婉的声音响起：“哥哥，当初你究竟承受了多少痛苦？万人之躯的你是如何挺过来的？”整个至尊山只有他尖锐而又悲凉的声音。他不懂为什么如此疼爱自己的哥哥，未来会将自己放入八卦炉中炼化9991天。至尊山的一众强者目光惊惧地看着他，一时竟不敢上前。尊者境强者间的战斗，又岂是他们可插手的？就在双方僵持之际，躲在一旁的王峰捏碎了一只玉壶，一道空明的声音响起：“江尊者，还请收心。”这声音仿如梵音般，江清雪的疼感瞬间消失，她擦去眼角的泪水，神情却逐渐凝重起来。来人正是太上忘情白纸散人，玄天五界最神秘的存在。世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至尊之下他无敌，至尊之上一换一。江清雪一双美眸怒视着他，你为何要插手此事？白纸散人微笑着缓缓走出，面色平静如水，普通的灰色道袍，没有秀丽的长发，但却依然掩盖不住他的美貌。看着白纸散人并没有下一步动作，江清雪冷哼一声，暂时退下，但是他的目光却不停闪动，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在记忆画面中，叶浩将自己的重瞳贴到了江清雪身上，顿时他身体上的黑色如潮水般退去，而那对重瞳也引入了小清雪的身体中。听着小清雪力气十足的哭声，叶浩终于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看着双眼空空的叶浩，江清雪的心如刀绞般疼痛，他双眼微眯运转，晶晶火眼，将整个玄冥冰棺看得透彻。这玄冥冰棺乃上古神器，仅靠他一人绝无可能将其打开。他暗下决心，定要将哥哥从玄冥冰棺中救出来。可他没有叶浩那般以一敌万的实力，尊者境的他虽不惧任何人，但是面对众多高手的合围，自己哪怕有晶晶火眼也必死无疑。江清雪将目光锁定在了周漫漫和李采薇的身上，虽然他俩恨透了叶浩，但恰恰就是这样，让江清雪觉得这两人会成为自己的盟友。如果自己提议让叶浩如同废人一般苟延残喘的活下去，以此弥补对所有人的伤害，相信他们更愿意看到这种结果。毕竟让他一个绝顶强者生不如死的活着，才更让人解恨。江清雪目光微微亮起，看着周漫漫莞尔一笑。周漫漫瞬间一愣，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记忆画面中，小清雪彻底恢复，天真无邪地对着叶浩笑着。此时叶浩空洞的双眼处缠上了一根黑色的布条。小雪，我们回家。看着这幅温馨的画面，江清雪不由得回想起当初他修炼的时候，他的师傅对他特别好，自己得益于重瞳改造过的资质，修行更是一跃千里。可是后来师傅突然消失不见，再回想起当初自己被师傅带走后，哥哥也仿佛从人间消失了一般，了无音讯。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吗？为了将小清雪抚养长大，深山里的所有野兽都遭了殃，小清雪也在瘦奶的喂养下白白胖胖的，更是可爱。两人在村子里平静地过了3年，叶浩也成长为一个俊朗的少年。村里的姑娘们个个都为他痴狂，毕竟谁能拒绝这样一个长得帅又会带小孩还气质出尘的瞎子。村子里的姑娘们也经常借故亲近叶浩，对此小清雪很是反感。她认定这些妖精就是抢她哥哥，可叶浩对这些毫不在意，一心只想帮助江清雪踏入修行路，所以他决定为小清雪传功，这让观看画面的修行者有点失望。本来以为能窥探一代至尊的些许秘法，没想到叶浩竟以传功来助清雪修行。随着叶浩不断地将自身修为注入江清雪体内，小清雪身上发生了惊人的变化，3朵金莲浮现在江清雪头顶，所有人在这一刻都呆住了。法髓习古，先天之境，难怪江尊主仅100年时间便可成长为人界之主，资质竟然如此逆天。这时叶浩突然停下了动作，江清雪的身体仿佛到了某个极限，无法再容纳更多的修为，这也让叶浩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直到某一天，村长来到叶浩家，带来了一个改变两人一生的消息。在30年前，村里一个叫李狗剩的少年被仙长看中入了仙门，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位强大的3花境界的仙师。现在回到村里，想找几个有资质的孩子引入仙门。小青雪长得如此可爱灵秀，资质定不会差。叶浩听完村长的话，沉吟了一会，便点头答应。送走老村长之后，叶浩带着江雪来到村口，等待着仙师李狗剩的到来。这时天色突变，村子上方云海翻涌，村里的人齐齐跪倒在地上，虔诚的祈求仙人的保佑。小青雪看着众人疑惑不解，哥哥，你不是说过膝下有黄金，不能轻易下跪吗？叶浩只是笑着，并未作答。哥哥，你给别人跪过吗？哥哥此生只给一个人跪过。那以后，哥哥不要再跪任何人了，青雪不喜欢。看着画面中兄妹温馨的对白，一股暖流从江清雪的心里流过，她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前去，打开玄冥冰棺，将叶浩哥哥救出来。突然，画面中落下一个胖子，面色傲然地看着卑微的村民，大家争先恐后的磕头，请求着仙师收自己家的孩子为徒。他满意的笑了笑，随后将目光放在了没有跪下的叶浩兄妹身上。胖修士面色微变，摇晃着身子来到他们面前。见了本仙人，你们为何不拜？他的目光直直盯着叶浩脸上的一块漆黑布帛，阴阳怪气道：“原来是一个瞎子，只要你给我磕3个头，我立刻治好你的眼睛。”叶浩没有理会，直接反问道：“你的修为是3花境界吗？”他的声音很冷，仿佛带着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但李狗剩并没有察觉，便向众人炫耀起了自己的头顶3花，足足有100种颜色，争相辉映。他更是吹嘘颜色越多，资质越高。叶浩当然知道眼前之人在撒谎。可江清雪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眼泪在眼眶直打转。自从跟随哥哥开始修行，她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成为仙女，也不在乎能不能长生不死，她只是不想让叶浩哥哥失望。听到这个胖道人的话后，小青雪对自己纯金色的3花感到无比失望。看到妹妹失落的神情，叶浩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说道：“傻孩子，你的资质是最棒的，听不出来他们在骗人吗？”哥哥。说着，叶浩缓缓站起身，整个人如同出鞘的宝剑般锐利无比，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胖修士，他的声音仿佛万年玄冰般冷酷：“你把我的妹妹惹哭了，立马给她道歉。”这让胖修士猛地一愣，不可置信地看着叶浩，一个凡人瞎子竟然敢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他的表情也冷了下来。刚准备动手，老村长赶忙出现，挡在了两人之间。李大仙息怒啊！叶浩只是护妹心切，还请李大仙海涵，可李狗剩根本不把村长当回事。你个死老头也敢管我的事儿！说着，一掌对着老村长拍去。见到李狗剩竟忘恩负义，下如此狠手，一众村民顿时惊叫起来。眼看老村长即将命丧当场时，站在一旁的叶浩忽然动了，一脚抬起，猛地踹在李狗剩圆滚滚的肚子上，肥硕的身体滚出3米远后昏死过去。直到此刻，村里的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村长近乎呆滞地看着叶浩。3花境的修士被叶浩一招击败，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当初第一眼看到叶浩的时候，他就知道此子以后定然有大出息，所以便收留了他们兄妹俩。没想到叶浩竟是隐藏的世外高人。就在这时，李狗剩从昏死中醒了过来，连忙爬起给叶浩磕头认错：“前辈在上，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前辈。”叶浩没有理会，注意力全都放在上方的云层。在他的感知中，那里有一个修为比他还要强上几分的人。见叶浩没有理会，李狗剩又爬到小青雪面前：“仙姑奶奶，我错了，是我骗了你，花的颜色越少，资质才越好啊！”江清雪俏脸一红：“你说颜色越少，资质越好，对吗？那我这样的资质算是好吗？”说完，小小的身子猛地一震，3朵金花出现在他的头顶。胖子目光惊骇地看着小青雪，3花一色，这怎么可能？看着小青雪那如同黑玛瑙般的双眼，他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怖气息。这么小便有如此修为，定是某个隐世宗门的嫡传弟子。不只是他，就连村民们也彻底呆愣在原地。自己经常逗弄的小青雪，竟然也是一个仙人。正当众人还在惊讶中时，一个黄袍身影出现在画面中，一股恐怖的威压袭来。叶浩带着小青雪躲过这凌厉一击，可老村长却没有那么幸运了，顿时惨死当场。看到老村长惨死，村民们顿时悲痛万分。叶浩脸色冰冷，来到这个村里后，老村长一直对他照顾有加。他打量着面前怪异的男人，随后叶浩把小青雪放在了地上。此人正是黄袍宗宗主的护法，有着宗师境大成的修为。他贪婪的目光打量着江清雪，如此顶级的天赋，体内灵气却不会运转，一定是没接触过修行。跟我回黄袍宗吧，以这种天赋，要是加入宗门，宗主和太上长老都得出关抢着收你为徒。小青雪冷哼一声：“我才不去！我要和哥哥在一起！”黄袍道人听到这话后冷笑起来：“如果他是一个死人呢？”叶浩横移一步挡在面前：“你找死！”黄袍道人大喝一声，一个瞬移出现在叶浩面前，抬手便向他拍去。感受着强大的威压袭来，叶浩面色微变，身体整个人直接向着黄袍道人冲去。看着冲上来的叶浩，脸上露出了戏谑之色，一道虚影护盾将自己笼罩住。叶浩还未近身就被格挡在外。站定身形后，叶浩眉头微蹙，有法相在，自己根本攻击不到对方。要想战胜这个家伙，除非自己也有这样的法相。一念至此，叶浩的神识顿时向着对方法相渗透进去。玄冥冰棺外，妖主李采薇的目光就从未离开过叶浩，在座的
的修士始终不明白，明明爱得死去活来，连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可为何刚刚却要拼了命似的阻止江尊者出手救人呢？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爱恨情仇？突然，江清雪柳眉一挑，脸上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画面中，随着怪异黄袍道人的不断进攻，叶浩身后仿佛光线的折射一般，竟然也开始缓缓勾勒出一道巨大的身影。这是在凝聚法相，在战斗中觉醒法相。玄冥冰关外的众人面面相觑，至尊就是至尊，一众强者纷纷摇头。任何不合常理的东西放在至尊身上，那就很合理。画面里的怪异黄袍男人一脸不可置信，他整个人都呆滞了，区区通窍境竟然能觉醒法相。黄袍道人知道不能让叶浩完成凝聚，身体再次如鬼魅般出现在叶浩面前。紧接着，他就看到叶浩挑起的嘴角，不好，有诈！只见叶浩手中凝聚出一把黑色长剑，一道毁天灭地的剑气将黄袍道人斩落在地。该死！身受重伤的黄袍道人表情怨毒，承受这一击后至少100年方能恢复，甚至此生都有可能无法再有寸进。就在他还在心中恶狠的咒骂时，突然黄袍道人若有所感，抬头向着头顶看去，顿时亡魂皆冒。不知何时，数把仙剑停在上空去，只见叶浩摇摇一指，长剑瞬间向着男人斩去，剑光肆掠，犹若闪电。黄袍道人见状，飞快凝聚出一道血阵，大喊一声：“主人救我！”话音刚落，一道恢宏的声音从血阵中传出：“谁敢伤我们护法？”黄袍道人脸色一喜，刚要说话，无数剑光向下纷飞，直接将男人斩成数块。你找死！血阵翻涌，下一刻，一只巨大手臂从血阵中伸出，砰的一声，一股巨力将叶浩身上的法相瞬间拍碎，整个人倒飞出去。疑惑的声音从血阵里出现：“人界竟然也有这等资质的女娃！”说完，手掌轻轻一动，便带着小清雪一起从血阵中消失在原地。现场只剩下生死不知的叶浩和李狗剩。此时玄冥冰关外，江清雪眉头紧蹙，在她稀薄的记忆里，她确实被人掳走了，但醒来便见到了师傅，也就是当时人宗的宗主逍遥子，一个正义和善、强大的人界修士。但画面里将自己掳走的是黄袍宗的宗主，那自己的逍遥子师傅是怎么遇到自己的？江清雪眉头愈发的紧皱。画面中，从昏迷中醒来的叶浩冲到没来得及逃走的李狗剩面前。现在我只问一句，我妹妹去哪里了？说！叶浩冰冷的声音仿佛从九幽之下传来，让李狗剩身体顿时陡如筛糠一般。他被黄袍宗的宗主带走了。李狗剩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叶浩身上气势越发的幽冷。你们这次来三花村找这么多孩子干什么？感觉到叶浩身上的寒气，李狗剩的身体抖动的越发剧烈。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要寻100个有资质且年龄不超过8岁的孩子。100个孩子？竟然要这么多人！叶浩听到这里，心中忽然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为了能尽快救出自己的妹妹，叶浩威逼李狗剩带他前往黄袍宗，而这一举动在李狗剩看来，无异于是去送死。叶浩知道，如果想要救回江清雪，必须在3天内提高2个大境界，而且自己还要把身上的伤势养好。叶浩心中微沉，为了节省时间，叶浩直接一心二用，一边疗伤一边修行术法。李狗剩看着马车里的叶浩，内心里一阵鄙夷，3天提升2个大境界，简直是痴人说梦。一阵震动忽的从玄冥冰关上的画面里出现，众强者纷纷看去，顿时目光微凝。只见画面中一道巨大的虚影将马车笼罩，接着又瞬间消失。虚影出现的速度极快，甚至连赶车的李狗剩都没发现，但却根本逃不出至尊山上一众强者的法眼。看到这一幕，他们哪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叶浩提升到了宗师境，众人再一次为叶浩的修炼天赋感到震惊。同时，人们也再次见识到了至尊魔帝的残暴血腥。画面中的叶浩如同嗜血的修罗，他以一己之力屠灭了整个黄袍宗，全宗上下无一活口。所有人看到这一幕，浑身颤抖。这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至尊，杀伐果断，斩草除根。而叶浩遇到黄袍宗掌门时，江清雪呆住了，浑身颤抖了起来。此人竟是曾经的人宗宗主，他的师傅逍遥子。此时，冰雪聪明的江清雪仿佛明白了一切，再一次落下了悔恨的泪水。画面中，黄袍宗宗主手持一把冒着黑气的诡异长剑，将叶浩压制在剑下。这正是他拿自己的女徒弟祭炼的人魂兵器。他此时无比兴奋，他本是要夺舍江清雪的身体，能让自己长生。可没想到眼前这个少年资质更加卓越，有了这具完美的身体，这个世界将彻底臣服于自己脚下。可就在他浑身黑气涌向叶浩时，叶浩的胸前出现了一个漩涡，仿佛一只吞噬天地的饕餮，竟将黄袍宗主和他的黑气吞噬了下去。直到临死，他也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传说中的混沌无极魔体。这种禁忌的体质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自作孽不可活，你的野心到此为止了。随着他的死去，附着在长剑上的黑气渐渐散去，一位妙龄少女出现在面前。她叫顾清寒，本是无极帝国的长公主，被黄袍宗主骗到这里做了徒弟。因资质出众，她被祭炼成那把邪剑的剑灵。顾清寒为报答叶浩的救命之恩，将她带到关押小清雪的密室。此时小清雪正沉沉的睡着，看着妹妹安然无恙，这才将悬着的心放下。剑灵非常好奇，不知道叶浩会如何处理这些孩子。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孩子？他们都是那个老贼掳来的。清雪的天赋太高，将来必会被人觊觎。我要为他建立一个宗门，让他有同伴，也有自保的根本。即便未来我不得不离开他，
这个宗门也会是他最后的依靠。清寒，你愿意帮我吗？你想要我做什么？我也只是个剑灵罢了。剑灵似懂非懂地问叶浩：“以后能为叶浩做些什么？”那就做他的剑吧，替我保护好他。从今往后，这里不再是废墟，而是你们的新家。叶浩带着众人重新回到小镇，当初繁荣的村庄已被恶人们屠戮殆尽。回想着小镇上曾经的一切，叶浩一阵感慨，对着小镇深深一拜。随后，身上的法力催动，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出现，将小镇彻底吞没。紧接着，再次双手一挥，他面前的地面瞬间翻涌起来，一间间房屋凭空幻化而出。转眼间，恢宏的山门拔地而起。叶浩感应着还在熟睡的小清雪，脸上露出了老父亲般的微笑。以后这里就叫人宗吧。至尊山上的众人哗然，没想到人宗竟是叶浩所创立，之后更是化身成逍遥子，陪在江清雪身边助他修行，而且那个剑灵正是如今江清雪所持的神器寒冰剑。画面中的叶浩笑着告诉顾清寒，清雪说过他想成为仙人，我不光要让他如愿，更要让他成为凌驾于众仙之上的至尊。等到他强大到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从他的生命中彻底消失，即便那时我已经身晕倒下，我也不怕。我相信，就算有一天我被囚禁在九幽地府，清雪也一定会为我杀穿地狱，穿着蓝色长裙来到我面前，轻声地跟我说：“哥哥，我们回家。”顾清寒一双美眸紧紧地盯着叶浩，所以你对他的好还是有利可图，对吗？你是为了让他以后……顾清寒的话没说完，就被叶浩挥手打断。继续一人以偏爱，愿尽余生之慷慨。她是我妹妹，未来无论做什么，甚至亲手杀死我，我都不会怨她。清寒，将来你若遇到那个偏爱你的人，你自会明白。顾清寒呆呆地看着叶浩，眉目不停闪动，仿佛要将叶浩彻底看穿。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此时，玄冥冰棺上的画面一阵扭曲，至尊山上的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在场几位尊者的身影已经瞬间消失不见。随着砰的一声巨响，至尊山上的空间直接炸开，一道人影被江清雪击落在地。此时的江清雪无比决绝，她已经不再是刚刚清冷的模样，而是化身为一尊英武的女战神，手持着一柄寒冰剑，数条白龙虚影浮现在她的身后。江清雪，你若是敢放他走，我定然斩杀于你，教你人间血流成河！周漫漫愤怒怨毒的声音响彻整个至尊山，但江清雪依旧神色不变，她手中的寒冰剑此时对着玄冥冰棺不断颤抖，仿佛随时都要脱手而出。看着被逼退的众修士，江清雪发动无上秘法，一座巨大的寒冰陵墓拔地而起，将所有人笼罩在其中。江清雪来到叶浩的面前，温柔地看着叶浩，她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叶浩刚刚的话：继续一人以偏爱，愿尽余生之慷慨。就算有一天我困在九幽地府，他也会来到我面前，跟我说上一句：哥哥，我们回家。哥哥，我们回家。冰棺到手，江清雪正欲转身离开，然而此时太上忘情白纸散人、魔尊周漫漫、妖主李采薇纷纷挡在江清雪面前。江清雪，你想连累整个人界与我们为敌吗？看着将自己围起来的众多尊者，江清雪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手中的寒冰剑微微抬起，剑鸣声回荡在整个至尊山。宗人宗众弟子听令，吾下临仙剑阵。今日我便要让尔等见识，这9天10地内，谁能挡我江清雪救凶？杀！眼看一场尊者级别的大战一触即发，突然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震慑住了在场众人。你们打扰我看5阶至尊叶浩的过往了。来人正是上神清浅，看到此人的出现，江清雪的脸顿时阴沉下来。这个尊者如果插手的话，想要救走叶浩的机会更加渺茫。他虽已踏入尊者境界多年，又觉醒了金睛火眼，一身实力冠绝当世，纵使面对众多至尊阻拦，他也丝毫不惧。然而这位清浅上神乃是神界的神女，神魂力量无比强大，而且不知使用了何种神通秘法，明明就在眼前的玄冥冰棺，江清雪却怎么也无法触碰，这让他杀一顿血，使出最强杀招攻向清浅上神，可是却被他悉数接下。这时清浅上神冷声道：将尊者和毕集于一时，等看完叶至尊所有过往，再做定夺也不迟。江清雪也知现在已无法救出哥哥，冷哼一声便退到一旁。此时的画面中，叶浩化身为逍遥子，正悉心教导着救回来的数百小孩。屋内的小清雪刚一醒来，就焦急地寻找哥哥。我哥哥呢？哥哥去哪里了？明明每次只要自己叫哥哥，他就会出现在自己身边的。哥哥是不是不要我了？小清雪此时哭得撕心裂肺，嘴里大声地叫喊着哥哥。此时叶浩独自站在门外，听着小清雪的哭声，他的心已经碎了。房门外，叶浩几次想要推门而入，但最终还是收回了手。也许自己从此不再出现，才是对他最好的选择。就这样过去了7年，化名逍遥子的叶浩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教导江清雪和那些孩子身上。江清雪的实力突飞猛进，现在的江清雪已经从那个娇憨的女孩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只是叶浩发现，他对自己这个师傅似乎有些过于依赖了。想到妹妹想学剑，他问一旁的剑灵顾清寒会不会剑术。经过多年的陪伴，叶浩已经习惯了顾清寒的存在。顾清寒无语地翻了个白眼：我是剑灵，又不是剑谱，你问我
这么多年的接触下，他发现叶浩在修炼上的天赋太过逆天，仅仅是拿着功法看一遍，不但立马能全部学会，更是能创新出威能更甚的功法来。现在叶浩和江清雪身上修行的功法都是他自创而成，他甚至凭一己之力支撑起了整个人宗的功法阁，而这些顶级功法全是由黄袍宗的那几百本垃圾演变而成。顾清寒收回思绪，手中凝结出一把黑色长剑，我只耍一遍，你看仔细了。此时的顾清寒在叶浩的眼中，仿若一只蓝色彩蝶正含笑轻舞。叶浩的眼中泛出缕缕春意，他的表情让至尊山上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想到不可一世的魔界至尊竟然会爱上一把剑。随着顾清寒的剑招结束，看着呆愣愣的叶浩，笑着问道：“我只会这一套剑法，你能领悟多少？”叶浩轻微摇头，随后一步踏出，将顾清寒化作的长剑拿在了手里。看到叶浩将自己拿起，剑灵惊慌的声音从剑上传出：“天下所有人都能用它，唯独叶浩不能。”这么多年来，叶浩对他宛如挚友一般，从未把他当做一把剑看待，这让顾清寒早已忘记曾经黄袍宗主的灵魂还在诅咒着他。现在如果被使用的话，身上的诅咒会反噬用剑之人。不要啊！顾清寒焦急地喊出声，仿佛要哭出来似的。叶浩见状连忙松开手，但为时已经太晚。顾清寒化身的长剑快速地向着叶浩刺去，快躲开！听到顾清寒痛苦的声音，叶浩双眼微微眯起，将身上的修为直接收敛，不做任何抵抗，向着剑锋直接迎了上去。长剑毫无阻拦地刺进了他的肩膀。叶浩眉头微微皱起，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剑身中顾清寒的状态。原本顾清寒所在的长剑内有着一方天地，他随时能进出，但此刻那方天地内却充斥了一股极强的腐蚀之力，正在疯狂地灼烧着顾清寒的剑魂。他复杂的目光望向叶浩，待看清叶浩脸上的神情后，他神情复杂地呆愣在原地。此刻的叶浩对自己伤势根本不在意，满眼都是对自己的关心和焦虑。顾清寒深深地望了叶浩一眼后，身体化作一道青烟破空而去。叶浩呆呆地望着顾清寒离开的方向。江清雪看出了师父的心思，自己的这个师父样样都好，怎么在感情上却不开窍呢？于是劝说道：“如果真的喜欢人家，就去把人家追回来。”叶浩点了点头，说罢便追了上去。至尊山上一众强者都看懵了，难道我们的至尊真的要跑去跟一柄剑表白？此刻剑灵顾清寒正坐在后山的山崖上，他年幼时候就被恶人炼为器灵，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他非常羡慕江清雪，有叶浩这个哥哥一直爱着他。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在想，如果叶浩是自己的哥哥该有多好啊！想到刚才叶浩看自己的憨傻模样，顾清寒的嘴角微微的翘起。此时叶浩也来到了这里，他紧皱眉头，仿佛下定了什么天大决心，径直走到顾清寒面前。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顾清寒的脑海中仿佛闪过一道惊雷，呆呆地看着叶浩。他轻轻地低下头，不想让叶浩看到自己脸上压抑不住的笑容。半大小子年纪的男人，似乎都对有风韵的女人没有任何抵抗力，所以在他的眼中，叶浩哪里是喜欢他，分明就是缠他的身子。只可惜自己是一把剑，否则托付给叶浩这样的男人似乎也不错。可下一刻，他拍了拍脑袋，想要将脑袋中这些羞耻想法抛到脑后。叶浩一把将他抱在怀里，在他的红唇上吻一口。顾清寒顿时面色潮红，不敢直视叶浩的眼睛。这时叶浩拿出一颗梨花果喂到他嘴里，随后宠溺地告诉他：“明天我就要下山，去为你寻找恢复肉身的方法。”至尊山上的众人看到两人腻歪的样子，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杀伐果断的至尊竟然真的喜欢上了自己的剑灵。妖界之主李采薇双目含煞，冷冷地看着剑灵顾清寒，两只手的指节已经捏得发白。而此时最震惊的人却是上神清浅的侍女红河。当他看到叶浩为顾清寒吃的那颗梨花果，右眼猛地一跳，心中升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因为他的主人上神清浅最爱吃的就是梨花果。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自己的猜测太过匪夷所思，毕竟画面里的顾清寒被人炼化了2次，三魂七魄早就已经4分5裂，就算他有奇遇能重塑神魂，也不可能在1000年间达到清浅上神这等实力。这时神情淡漠的上神清浅不自觉地从空间掏出了一枚梨花果，轻启贝齿，淡淡地咬了一口。此时的记忆画面中，叶浩看着已经长成大姑娘的江清雪，脸上露出怜爱之色。清雪，你已修炼5年，修为也已经到了瓶颈期，今日开始，你便下山历练吧。江清雪先是一愣，下一刻顿时大喜。她来到人宗5年，早就想下山去找自己的哥哥，现在自己成为了仙人，希望能早日治好哥哥的眼睛。此刻叶浩的脸上也微微一笑，伸手一招，剑灵顾清寒所化长剑便出现在面前。你是人宗的大师姐，以后这宗门肯定会交由你打理。你不是一道很喜欢这柄剑吗？今日我便传给你。师父，你怎舍得将清寒姐姐？叶浩没有回答，只是摆了摆手，让小雪尽早下山。江清雪开心地走出大殿，打点一番后便向着山下飞去。看着江清雪的背影，叶浩的身体缓缓变化，最后变成自己本身的模样。有清寒在，清雪的安全应该没有问题。而且还在他们2人身上留下了标记，要是遇到危险，自己随时都能赶来。叶浩手掌轻轻一扬，一道漆黑的虚空通道浮现在面前。叶浩踏破虚空而去，转眼间，叶浩从人宗出来已经有3个月了。经过他3个月的明察暗访，
走遍了几十个宗门，都没有找到将剑灵变成人的方法。直到打听到了自己的老相识赤煞魔，正是5年前叶浩兄妹俩碰到的后山女巫。此时人界正联合全部宗门诛杀赤煞魔，同时还发布了天下第一令：谁要能杀了赤煞魔，那么他就是人界之主。叶浩打听到江清雪也加入了修士联军，心里已有了打算。几天后，叶浩终于找到了赤煞魔躲藏之地。如今的他早已今非昔比，看到叶浩这个老仇人的出现，新仇旧恨化作一声咆哮冲向叶浩。叶浩头顶上的天空瞬间变得漆黑起来，仿佛被置身在了一个黑暗的世界。下一刻，无数修士面无表情地出现在四周，嘶吼着冲杀向叶浩。感受到这些修士身上奇怪的修为波动，叶浩猜测这些都是那些修士联军，如今全都被赤煞魔迷了心智。看着众多傀儡，叶浩目光冷冽，一道仿若天神般的声音响起：焚天造化掌。只见一只带着火光的巨大手掌从天而降，整个天空都燃烧起来，所有被火焰手掌碰到的傀儡纷纷化成飞灰。看着如同神灵一般的叶浩，赤煞魔发出了一声不甘：你怎么可能这么强？这个世界的臂杖为什么对你不起作用？随后他的眼神恐惧，转身就要逃跑，可惜已经太晚了。随着巨大手掌拍下来，赤煞魔的身体被瞬间拍成粉末，只留下一缕残魂苟延残喘。此时的记忆画面中，赤煞魔告诉了叶浩如何能让剑灵恢复肉身的方法。叶浩脸上顿时一喜，手掌轻轻拂过，一个顾清寒的投影瞬间出现在赤煞魔的面前。看到叶浩法力化成的投影，赤煞魔先是一愣，接着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叶浩：他怎么会成了你的剑魂？现在的人间界已经玩得这么花了吗？先是把人塞到剑里，利用灵魂的力气制作人造剑灵，接着再把人造的剑灵变成人，然后这个人还爱上那个剑魂了。赤煞魔一脸懵逼地看着叶浩，这个位面并不是他第一个侵占的世界，在他前半生征战的生涯中，他见过喜欢人的兽，也见过喜欢兽的人，但是这个觉醒了混沌无极圣尊体的人，竟然会去喜欢一个剑灵。赤煞魔刚想要说些什么，脸色却猛地一变，他突然记起来，自己当年发现这个剑魂时，因为好奇剑灵的制作之法，自己也将它给炼化了一次。赤煞魔无语地看着叶浩，如果是他的话，3魂7魄只剩下1魂1魄，要想踏入轮回，至少要将他的魂魄恢复至一半，到时他便可进入轮回之中，而你只需要等他转世之后，找到他并觉醒今世记忆，便能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清寒身上的诅咒有办法消除吗？叶浩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不可能，那个诅咒我曾经尝试过，根本无法解除。你尝试过？叶浩忽然反应过来，脸色猛地一变。他见过清寒诅咒激活时的样子，这赤煞魔竟然敢主动刺激清寒身上的诅咒。叶浩脸上杀意顿现，没有，我没有激活他身上的诅咒，我只是想寻找他身上诅咒的破解之法，而且我找到了。赤煞魔吓得赶紧回答。叶浩又是微微一愣，他忽然发现赤煞魔的见识和能力似乎都很强，要是直接杀了，貌似还有些可惜。赤煞魔说着，无数触手搭在一起，组成一个画面，还不等叶浩说什么，画面上便出现了内容。只是第一眼，叶浩便呆立当场。画面里的场景，叶浩无比的熟悉，甚至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那是当初巫女的树屋。看到这一幕，叶浩瞬间明白清寒的身份。当初自己杀死了巫女，带着江清雪离开后，原本死去的巫女身上径直刮起一阵黑风。叶浩看得清楚，黑风中那道身影正是清寒的上一世晚清。您剑魂身上的诅咒，正是来自于画面里那个已经死去的女人。他诅咒您的剑魂必须要帮他复仇，否则一辈子无法踏入轮回超脱。只要您让您的剑魂杀了画面里那个男孩，您的剑魂就会彻底解脱。听到赤煞魔的话，叶浩整个人都呆愣在原地。他终于知道为何自己的鲜血能缓解清寒身上的诅咒，原来是这样。感受到叶浩的气息越来越强，赤煞魔吓得浑身颤抖。他不明白叶浩怎么会突然爆发。等等，赤煞魔仿佛想到了什么，猛地看向叶浩的脸。瞎眼少年，那对兄妹。赤煞魔惊惧地看着一言不发的叶浩，此刻他想死的心都有了。眼前男人这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了救妹妹，甘愿弯下自己的眼睛，如今又爱上了自己的剑灵。可是唯一能救剑灵的方法，却是要让剑灵亲手杀死自己。尽管是赤煞魔作恶一生，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玄冥冰光外的人界强者们，此刻也满脸震惊地看着画面中的叶浩。他们不是傻子，毕竟那一战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过。但谁能想到，当年杀死赤煞魔的身后，竟然还有着这样的故事。难怪神魂不死的赤煞魔能被江清雪一刀斩杀。原来是这样。人界的众强者目光灼灼地看着画面，确切地说是看着叶浩此刻沉默的脸。虽然画面里叶浩只是一掌就覆灭了赤煞魔，看起来很是风轻云淡，但真正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知道赤煞魔有多可怕。所以某种意义上说起来，叶浩反而是人界的恩人。曾经对叶浩恨之入骨的徐丽踏出一步，身体瞬间来到玄冥冰棺前。此时没有任何人出手阻拦。徐丽看着冰棺里安详躺着的叶浩，轻轻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长袍，在无数人震惊的目光中直接跪倒在地。他这是要做什么？看到徐丽对着叶浩跪下去，至尊山上的强者们顿时小声地议论起来。徐丽修为不弱，身上不时透露着阵阵半步尊者的气息。明眼人已经看出，这位叫徐丽的老人就是人界除了江清雪外的第二战力。而此时这样强者竟然对着叶浩跪拜了下去。众人看向周曼曼和李采薇，却发现此二女竟毫无动作，仿佛没看到一般。就在所有人有些疑惑的时候，徐丽的声音缓缓响起，声音满是愧疚。
1000年前，我全家老小皆被赤煞魔所杀了，只有我得以苟延残喘。若非您点醒徐丽，可能至今还活在浑噩之中。您又指点我进入人宗，承清雪宗主不弃，让我在人宗担任大长老之职。今日徐丽不能救您于浮屠，实属愧为人宗修士，唯有3拜为您送行了。徐丽说着，对着叶浩直接叩拜了下去。砰！徐丽的头磕在地上，整个至尊山上都响起沉重的声音。第1拜，徐家之主徐丽跪谢复仇之恩。徐丽没有起身，继续磕拜。第2拜，人界修士徐丽叩拜先代掌门。砰！第3拜，人宗不孝门徒徐丽请罪。3个响头过后，徐丽起身，代表人宗的白色道袍在风中咧咧作响。徐丽对着叶浩拜了一礼后，飞身回到人宗阵营。江清雪宗主，徐丽刚要出声，却被江清雪伸手直接挡住。江清雪一声轻喝：“人宗所有修士听令！”在整齐划一的声音回荡在整个至尊山，那铿锵有力的声音让至尊山上所有的修士都猛然一惊。祭拜！江清雪再次出声，唰的一声，众多人宗修士天青色的衣袍瞬间鼓动，接着一个个右手成拳捶在自己的左胸口处，他们的动作仿佛练习了千遍万遍，整齐的动作让他们的气机仿若即将出鞘的力量。所有人对天怒吼：“千年已过，人宗无恙！”声音恢宏，气势如龙，竟将至尊山上的云层都直接震散。此时，至尊山上的强者们死死盯着人宗的所有修士，双眼之中满是羞愤。人宗做了我们都想做不敢做的事，他是不是要死了？这时，清浅上神指着画面里的叶浩，扭过头问向侍女红河，不知是不是红河的错觉，他竟然在清浅的脸上看到了淡淡的哀伤。这一幕让红河猛地一惊，连红河回应清浅的声音都有些不自然起来。清浅神主，你想说什么？红河目光紧紧地盯着上神清浅，一双眸子仿佛要把清浅给看穿似的。我不知道，就是感觉他好像要死了。清浅的声音落下，红河刚要放下心来，下一刻清浅的声音再度响起，让红河整个人都呆愣在原地。我不想让他死。听到清浅的话，红河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了一般，呆呆地看着清浅。这种感觉红河并不陌生，妖主李采薇之前看向叶浩的目光就是这样。红河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有些紧张地看着清浅。如果原本他只是猜疑，现在更是有几分把握。清浅上神极有可能就是剑灵顾清寒。红河再次狐疑地看向画中叶浩，他很好奇，如果清浅真的是清寒1000年后的转世，那叶浩和清寒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自己绝不能让他像人界尊主江清雪一样，与整个玄天世界的强者为敌。画面里，叶浩面色凝重地思考着什么。见叶浩不言语，赤煞魔也不敢有何异动，静静地等待着叶浩。气氛瞬间变得压抑起来。许久过后，叶浩猛然抬头看向赤煞魔：“交出你的灵魂，任我为主，或者死。”听到叶浩的威胁，赤煞魔没有一丝犹豫，立刻从自己的灵魂里分出一丝魂魄，交给叶浩炼化。下一刻，叶浩身体一晃，直接变成赤煞魔的模样。看到叶浩竟然变成自己的样子，赤煞魔猛然一愣，自己正被修士联军讨伐，叶浩不可能不知道，那他变成自己的模样想要做什么？难道他要借着自己的名义将这些人全部消灭吗？赤煞魔有些想不明白，但还没等他出声，叶浩手臂一扬，便将赤煞魔的魂体收起。做完一切，叶浩抬起头，神识落在远在数十万公里人界阵营，而就在人界联军中的某个角落，一个面容精致的小女孩怀里抱着一柄古朴长剑，嘴里轻轻的念叨：“清寒姐姐，待会儿咱俩把那个什么赤煞魔给杀了，成了人界之主以后，我们就回去找逍遥子师傅。”这时怀中剑身轻震，仿佛答应了江清雪的请求。这丫头！叶浩看着远在万里的江清雪，微笑着摇了摇头，接着便以赤煞魔的身份，一边等待人界联军的到来，一边消化着刚刚得知的消息。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和清寒之间竟然还有着如此纠葛。清寒已经成为了剑魂100年，在这数百年里，他的灵魂一直在承受着诅咒折磨，而跟自己在一起时，他作为唯一的知情者，面对自己，他的心情该有多复杂？叶浩一想到清寒在诅咒觉醒时痛苦的样子，内心就涌起疯狂的杀意。叶浩身体此时剧烈的颤抖着，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缓解他心中那股窒息的痛。一直以来，叶浩的世界里只有江清雪，他就像父亲一样对待着他。然后清寒闯进了他的世界，清寒那衣袂飘飘的样子极美，让叶浩对他有了别样的情怀。5年的陪伴，让叶浩彻底适应了身边人的存在。那一次的表白，叶浩仿佛找到了自己漂泊一生的港湾。当2个人双唇粘在一起的时候，叶浩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在升华。他即便下定决心要让清寒变成真正的人，哪怕牺牲掉自己。叶浩长舒一口气，强迫着自己将心情平复下来。忽然，叶浩抬起头，静静地看着前方碎裂的虚空。虚空碎裂中，一道道修士的身影从中走出。赤煞魔，你作恶多端，今日我等正道定将你诛灭于此。叶浩对这些修士的叫嚷声充耳不闻，目光落在江清雪的身上，是那样的温柔。接着缓缓起身，一身杀意喷薄而出，无形的狂风以他为中心瞬间成型。叶浩目光森然地看着前方的人界修士，既然杀了赤煞魔的人会成为人界之主，既然只有他死，清寒才能转世为人，那自己只要做好这2件事，此生也就无憾了。此时叶浩轻轻向前一踏，一股强大的威压将周围空间纷纷撕碎。
下一刻，叶浩化身的赤煞魔主动向着人界修士联军杀去。我想这次你该不会再嫌弃了吧？画面中只有叶浩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传出。至尊山上的江清雪瞬间泪崩，无力的瘫倒在地。哥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画面一转，找死！见赤煞魔主动冲上来，各路强者脸色猛地一沉。蔚蓝剑阵，一道喝声落下，一道道肉眼可见的剑芒向着叶浩斩去。叶浩眼中冷冽的光一闪过，抬头看向头顶的方向，上空正倒悬着无数锋利的长剑，遥遥的指向下方的叶浩。镇杀！蓝剑宗的长老们一起喊出。话音落下，叶浩发现头顶上众多利剑仿佛弩箭一般纷纷向他射来。这还不算，当一批长剑落尽，紧接着便是第二批、第三批，密集的剑雨不露一丝光线。看着密密麻麻的长剑，叶浩此时丝毫不慌。看着率先落下来的一柄长剑，叶浩伸手握住他的剑柄，一道道剑光劈出，对着迎面而至的剑雨就斩了上去。叮叮叮，密集到恐怖的叮叮声瞬间响起。外面的众人根本看不到叶浩的身影，只能听到剑与剑碰撞的声音不断响起。好可怕的剑法！不知道什么时候，江清雪的重瞳已经张开，将剑流之中叶浩的动作完全看在眼中。这些剑流仿佛有着一种奇怪的能量。从江清雪的视线去看，此刻的叶浩仿佛在瀑布中逆流而上，手上长剑舞得密不透风，不让一丝水滴沾到他的身上。这是何等可怕的剑法！此刻，蓝剑宗的众长老感受着剑阵中的情况，一个个眼睛瞪得老大。能成为蓝剑宗的护门剑阵，蔚蓝剑阵的强大早已闻名于世。他做梦也没想到，蔚蓝剑阵竟然拿此人毫无办法。诸位同僚，你们也看到，赤煞魔已绝非人界一宗一派所能镇压的，还请各位一起出手。剑阵中，叶浩渐渐收起了玩耍的心思，周围的剑流根本进不了叶浩身边3米的范围内。叶浩低头看着手中的蓝色小剑，神识扫过，发现剑身中竟然有着一个蓝袍的少女。此刻蓝袍少女正藏在剑身中瑟瑟发抖，看着她惊惧的样子，叶浩并未痛下杀手。瞥了眼剑阵外的蓝剑宗宗主蓝田，叶浩随手将蓝色的小剑扔了出去。蓝田身体一晃，直接将蓝色小剑接在手中，宝剑竟失而复得，脸上顿时一喜。但下一刻，一道巨大的恐怖力量猛地从身后传来，一掌拍在蓝田的后心上，一口鲜血喷出，蓝田的气息瞬间变得萎靡起来。宗主，可恶，竟然敢偷袭！看到叶浩竟然随意出手便能重创蓝剑宗的宗主，联军修士们的脸色越发难看了起来。接着也不知道是谁带头向着叶浩冲杀过来，看到众修士没被自己的实力吓住，叶浩微不可察的点了点头。这些人虽然实力弱，但还有些用。看着冲上来的上万修士，叶浩将手上的力道收敛了许多，接着身体一动，也直接冲了上去。顿时这片天空仿佛下起了修士雨一样，叶浩所过之处，一群又一群的修士哀嚎着从天空坠落。此时一道消瘦的身形，手持一把古朴长剑出现在叶浩的眼中，叶浩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清寒、清雪，这一切就让我来替你们承受吧。说罢，便向着惊慌失措的少女冲去。看着赤煞魔在天空上大开杀戒，江清雪舔了舔自己的嘴唇，一双眼睛满是跃跃欲试的看着赤煞魔。虽然赤煞魔的实力很强，但江清雪不怕，她要杀了他，然后成为人界之主。她一定要让自己那个臭屁师傅大吃一惊。婉清也从剑身上传来回应，这让江清雪瞬间一喜。原本她是跟在联军的最后方，无论是身份还是实力，都轮不到她先出手。但现在赤煞魔一拳将蓝剑宗宗主打伤，更是越战越勇。此时江清雪前方的修士所剩无几，甚至在江清雪愣神这会，又有几个修士被扔到了地上。宗主，赤煞魔的实力太强了。蓝剑宗的几个修士正小心地搀扶着蓝田宗主，看到面前恐怖的场景，忍不住说道。此刻的蓝田脸色发白，被人扶着才能走在地上，看着头顶所向披靡的赤煞魔，满脸苦涩。他知道赤煞魔很强，所以才组建了联军来讨伐他，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强到这种地步。人界的修为的上限是绝顶，又叫人界绝顶，他便是这个境界。若是再往上一个境界，便是历劫境。到了这个境界，只要动用法力，便会引来雷劫，度过雷劫便可成为仙。但现在赤煞魔给蓝田的感觉，他根本不是人界绝顶的修为，更像是历劫境的修为，甚至是仙。但这怎么可能？难道他真不是人界的生物？人界的修为壁垒对他无用。蓝田发白的脸，阴沉地看着头顶的赤煞魔。不知道什么时候，赤煞魔已经将大部分的人界修士都击败了。此刻天空上只剩下100余人左右，正惊惧地看着不断逼近的赤煞魔，神识微动，将周围地面上呻吟的众多修士看在眼中。蓝田的心才微微放了下来，虽然一个个都受伤了，但好在没有一个人死亡。赤煞魔如此修为，绝不能再放任他为非作歹，我会强行催动我的修为，引来天罚雷劫，和他同归于尽。蓝田目光死死地盯着赤煞魔的身影，铿锵的话语声从他嘴里传出，让他身边蓝剑宗的弟子顿时一愣，接着反应过来，连忙劝道：宗主不要啊，这次失败了就失败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行了，我意已决。蓝田目光坚毅，直接打断了身旁弟子的话。今天来的都是人界的正派宗门，我错误地估算了赤煞魔的修为，才导致行动失败，此锅在我，我必须要保证他们活着回去。而且此次若我正道修士全军覆没，日后邪门修士死灰复燃，这人界又当如何？说罢，蓝田身上的气势强大起来，
天地仿佛都有所感应一般，原本昏暗的天空顿时变得更加漆黑，黑云翻滚，一股厚重的天威顿时出现在众人上空。雷杰感受到头顶的恐怖气息，一些见多识广的人界修士顿时一愣，接着连忙看向蓝田的方向，看到蓝田竟然不顾自身伤势催动实力，所有人脸色顿时一变，所有人速速后退，一个个修士纷纷使出全身解数，向着远离蓝田的方向跑去。修行就是逆天而行，一路困难重重。像宗师境界会产生的心魔骚乱修士一样，雷杰的出现也是为了减少成仙的修士。雷杰乃天地神罚，威力无比的可怕，81道天雷劫足以将所有的东西泯灭。而现在为了杀死赤煞魔，蓝田宗主竟然要强行召唤雷杰，和赤煞魔同归于尽。一众人界的修士看着他的背影，顿时肃然起敬。就在蓝田身上气息愈来愈盛的时候，就在众人头上的雷劫越来越凝实的时候，一道清脆的声音忽地在众人上空响起，让所有人一惊。仁宗江清雪，请多指教。听到这道清脆的声音，下方众修士看向上方，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赤煞魔的面前正悄生生地站着一个女孩子。女孩左手掐着剑指，右手持着一柄黑雾缭绕的长剑，身上纯色的素裙和披肩的长发正轻轻飘着，给她一种出尘的仙女气质。看到这一幕，下方的众多人界修士眼睛顿时一亮，但紧接着他们就感觉到江清雪身上的修为根本不是绝顶境界，而是仅仅只是破境。一众修士顿时无奈地摇了摇头。虽然江清雪此刻的脉象确实很不错，但这个女孩怎可能是赤煞魔的对手？赤煞魔的声音轻轻响起，让下方所有人顿时一惊。他们有些不解，赤煞魔对自己的态度都没有对这个女孩来的谨慎，难道是这个女孩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唰！不待蓝田细想，江清雪身后一道道冰霜忽地开始凝结，紧接着组成一个绝美的轮廓出现在众人眼中。看到江清雪的法相，蓝田双眼猛地瞪大。玄冰寒霜体，这是法相排行榜第7的玄冰寒霜体。蓝田震惊的声音中带着惊喜，让所有人齐齐地看向江清雪身后那绝美的冰霜法相。江清雪的冰霜法相无论是身材还是容貌，都和江清雪有着7分的相似。一袭冰霜的素裙下是冰肌玉骨般的皮肤，淡淡的雾气缭绕在身体四周，仿佛一尊绝美的女神。真的是玄冰寒霜体，法身排行榜第7的玄冰寒霜体。蓝田的声音甚至有些颤抖，接着身体猛地一震，将自己暴涨的修为瞬间压下，众人头顶的雷劫气息也瞬间消失。不怪蓝田如此震惊，而是数百年来人界都未曾出过排名如此靠前的法相，排行前30的法相都拥有着越级战斗的人。所以当江清雪的法相出现，所有修士都期待地看着江清雪，祈求她能创造奇迹。看着面前的江清雪和顾清寒，叶浩的心情有些复杂。他故意把所有人都打成重伤，只留他们在最后，为的就是要测试一下这3个月来江清雪的成长。毕竟只有在江清雪成长到不再需要自己的时候，叶浩他才能放心的死去。江清雪并没有给叶浩太多回忆的时间，手上长剑纷飞对着叶浩攻来。他身后巨大的法身随着江清雪的动作一起攻击。叶浩看着攻来的江清雪，右手狠狠一顿，恐怖的劲力传递到右手的剑上，由修为化作的长剑瞬间崩飞，一片片碎裂的剑身仿佛激射的暗器一般，向着江清雪爆射而去。叮叮叮，江清雪手上长剑舞动，将碎裂的剑身全部格挡，身体不退，反击向着叶浩靠近。江清雪道友，我来助你。看着江清雪面对赤煞鬼时不卑不亢的样子，蓝田眼中顿时闪过一丝异色，尤其是看到江清雪刚刚展露的剑法。作为天下第一剑派，蓝田竟然完全看不出江清雪剑法的出路。江清雪刚刚说的人宗，他更是从未听到过。既然有能力培养出江清雪这样资质的弟子，想来这人宗极可能是人界那些隐藏的上古宗门。蓝田伸手一翻，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一枚赤红色的丹药，直接吞了下去，接着身体一晃，便向着叶浩冲去，显然是要协助江清雪掩护江清雪的进攻。蓝田的速度很快，几乎瞬息之间便来到了叶浩面前，甚至比江清雪还要快上一步。但下一刻，一个拳头呼啸而来，蓝田瞬间就以更快的速度飞了过去，一条血线在空中拉开。叶浩冷眼瞥了眼倒飞出去的蓝田，收回自己的拳头，接着身形一动，向着江清雪攻去。砰砰，虽然手无寸铁，但一双拳头却打得江清雪阵阵后退。清雪，顾清寒关切的声音在剑身中响起。看着苦苦支撑的江清雪，剑身咻的一下飞出，接着轻轻一晃，化作一道黑烟向着叶浩卷去。看到顾清寒的身影，叶浩脸上微喜，但很快便迅速恢复正常。一声冷哼，一股无形的飓风在顾清寒身边成型，直接将顾清寒倒刮了回去。下一刻，江清雪的身影出现，将清寒化成的仙剑握在手里，向着叶浩冲去。他身后巨大的法相双手掐起剑诀，开始施展法相技，一道道冰晶在他身边成型，散发着恐怖的低温。冰晶向着叶浩疯狂的射去，江清雪的法身和他配合的极好，趁着法身的掩护，江清雪已经靠了上来。这一切看起来慢，但就发生在一瞬之间。看到江清雪的动作，叶浩眼中微亮。原本看到江清雪剑法的时候，他就有些欣喜，但此刻江清雪竟给他带来了这么大的惊喜。看来这3个月他也经历了很多。既然如此，
此，叶浩也不准备留手了。一道乌光闪过，叱咤鬼的真身在他身后出现，仿佛他的法身一样，直接将他笼罩在身下。无数带着吸盘的怪异触手腾飞，将飞射来的冰晶全部拦住。但让叶浩有些意外的是，叱咤鬼的触手与冰晶接触的瞬间，江清雪法身创造的冰晶便瞬间破裂，仿佛装着冰粉的气球炸开一般，冰粉飞扬，将叶浩和叱咤鬼法身所在的地方完全覆盖，周围的温度瞬间下降。就在叶浩有些诧异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江清雪压抑不住兴奋的声音：“中计了吧！寒冰陵墓！”伴随着江清雪一声低喝声响起，叶浩意外地发现，原本散落在空气中的冰粉忽然开始结晶，转眼间便变成了一朵朵冰花，接着冰花相连，直接组成一层层坚固的冰层，将叶浩连带叱咤鬼法身一起冻结。远远的看去，就仿佛一座巨大且透明的寒冰陵墓。此时在画面外，江清雪一双眸子完全落在了玄冥冰棺画面上，看到画面里的自己竟然用寒冰陵墓将哥哥叶浩冻住，脸上的情绪顿时变得无比忐忑。曾经的他年少无知，把寒冰陵墓当作杀招将叶浩冰封后，甚至还有些得意。但现在以尊者的视角再看那次战斗，江清雪才终于知道，能冻住叶浩根本不是自己的招式厉害，而是自己的哥哥叶浩故意的。只是他觉得够了，他觉得自己的实力已经足够保护自己，所以他要为清寒姐姐去死。画面里见清雪竟然将自己给暗算了，叶浩这才发现，不知不觉间，清雪已经长大了，她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自己保护才能成长的孩子，也不是那个每到夜晚做了噩梦就喊哥哥的胆怯妹妹，更不是那个见到陌生人就躲在自己身后拽着自己裤腿的害羞女孩。她已经长大了。寒冰陵墓中，叶浩脸上佯装着惊怒的样子，心里却十分的放松。叶浩望着持着长剑靠上来的江清雪，他已经想好了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一切，只要江清雪把清寒所化的剑刺进他的胸膛，一切就都结束。江清雪看着被自己封印的叱咤魔，脸上满是肃然的神情。叱咤魔所做的事他都知道，这种邪恶的存在，人人恨不得得而诛之。江清雪一身法力动荡，长剑剑芒喷出，他狠狠地将手上的长剑刺进了叱咤魔的胸膛。噗嗤，这是顾清寒所化之剑刺破叶浩心脏的声音。这还不算，江清雪身后巨大的玄冰寒霜法相双手虚握，两柄10几米宽大的冰霜长剑出现在他的手上，接着狠狠地对着下方的叱咤魔劈去。下一刻，叱咤魔的身体猛地开始闪烁了起来，他身上的修为也开始了疯狂的波动，仿佛龟背图文一样的皲裂不断出现在他身上，接着是刺眼的光从裂缝中透射出来。看到这一幕，修士联军的众多人脸色猛地一变，拉起身边受伤的同门就向外飞去。蓝田也被一众蓝剑宗的长老带着向外飞去，但扭头看到江清雪还愣愣地站在眼里，蓝田咬了咬牙，转身向江清雪的方向掠去。江清雪小友，此地不宜久了，叱咤魔要自爆，速速随我离开此地。说着拉起江清雪的手就要走。清寒姐姐，江清雪焦急地看着手上的剑，不是她不想走，而是不知怎样，叱咤魔的身体上突然传来一股极强的吸力，将清寒姐姐的剑身牢牢地吸住，根本抽不回来。我没事，清雪你先走。清寒的声音在江清雪的耳边响起，不知是不是错觉，江清雪仿佛在清寒的声音中听到了哀伤的情绪，但还不等她反应，就被蓝田直接拽走了。轰！二人转身刚飞出去不远，恐怖剧烈的爆炸声猛然响起，接着就是一阵空间碎裂的咔咔声。蓝田回头望去，这才发现刚刚叱咤魔所在位置的空间正碎开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仿佛一张巨嘴一样，空间裂缝将叱咤鬼的身影连带着他身上的剑一起吞噬了进去。破碎的空间中，清寒仿佛听到了江清雪的叫喊，但他没有去理，也没有去追寻。剑身周围是恐怖的火光和爆炸，原本温和的灵气此刻变得无比的狂妄，肆意的摧毁着一切。但清寒不在乎，一袭蓝纱的身影在剑身上出现，死死的盯着面前的叱咤魔。清寒看到顾清寒的目光，叶浩就知道他已经认出了自己，身上乌光一闪，露出了他本来的样子。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问你为什么这么做？顾清寒的声音很是尖锐，纵然在虚空中，也能清晰地传递到叶浩的耳朵。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生气，他愤怒地盯着叶浩的脸，明明是灵魂体，眼中却噙满了泪水。他不明白叶浩为什么要这么做。原本他配合江清雪一起斩杀叱咤魔，但当剑身刺入叱咤魔的身体，竟然没有一点阻碍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不同。一个绝顶境界的修士，他的身体绝不可能如此脆弱，除非他本意就是如此。紧接着，顾清寒就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诅咒开始松软，这种感觉他以前有过，而且只对一个人有过，那就是叶浩。所以叱咤魔就是叶浩。在那一瞬间，顾清寒整个人的脑海里仿佛一阵阵雷霆离过一般，整个人都愣在原地等待，等再反应过来，就是江清雪在呼唤他。但清寒并没有离开，他主动吸附在叶浩的身上。他知道如果叱咤魔是叶浩的话，他是不会让自己有事的。清寒，你生气的样子好美。叶浩有些虚弱的声音响起，让顾清寒整个人再次呆愣在原地，脸上刚有些羞臊，但猛然反应过来，自己的剑身还在叶浩身上插着。顾清寒看向自己的剑身，这才发现自己的剑身竟然在叶浩的身体上刺了个对穿。顾清寒抿着嘴，想要控制着剑身缓缓抽离，但很快他就绝望的发现，他现在根本控制不了剑身，而且顾清寒还惊骇的发现，他的魂体正在渐渐变得凝实，变得独立，甚至有一种感觉，现在的他就算是不依托剑身也能存活。叶浩也感受到了清寒的状态，
脸上顿时浮现一丝喜色。果然叱咤鬼没有骗我。听到叶浩这话，清寒的灵魂猛地一颤，目光看向脸色苍白的叶浩，顾清寒的神色顿时变得无比的复杂。你都知道，顾清寒的声音很轻，也很愧疚，明明是反问的语气，却说得无比的肯定。叶浩轻声嗯了一声，脸上仍旧带着灿烂的笑意，伸出手要去抚摸顾清寒，手掌却径直从顾清寒的身上穿了过去。看到这一幕，顾清寒脸上的神情顿时变得更加的忧伤。叶浩却浑然不在意，他能感受到自己身上的体力和法力都在飞快的流失，冰冷已经渐渐将他包围，他的身体变得凝重，甚至连说话都无比的艰难。叶浩知道他这是要死了，剧痛让他脸上肌肉不断的痉挛着，眼角也不断的蜷缩着。叶浩强忍着身上的疼，微笑的看着顾清寒。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他不想看见顾清寒不开心。原本他的计划并没有现在这一幕，但他也没想到顾清寒竟然如此的敏锐，更是没想到只是怀疑，顾清寒就敢陪自己一起冲进来。好在就算在虚空中，只要顾清寒的神魂恢复大半，他也能投胎转世，而且在生命的最后一程，顾清寒能够陪伴在他身边，真好。清寒，我曾跟你说过，有一天你会找到一个偏爱你的人。叶浩的声音很轻，仿佛回忆一般，脸上更是忽地涌起病态般的嘲讽，那是回光返照，仿佛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叶浩不等清寒回答，便继续说道：“真没想到，那个人竟然会是我。”听到叶浩的话，顾清寒的魂体无声地波动着，他重重地咬着自己的嘴唇，不做任何的回答，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叶浩，仿佛要把叶浩的脸印刻在他的脑袋。灵魂的泪水在眼眶中不断汇聚，但顾清寒强忍着不让眼泪滴落下来，一身魂力动荡。顾清寒将自己的灵魂向叶浩胸口的剑身里渗透去，想要重新夺回对剑身的控制，但现在的他已经不算是剑魂了。随着叶浩生命的流逝，他身上的诅咒已经消失，剑身对他的灵魂已经开始排斥，这让顾清寒根本无法重新占据剑身。清寒，谢谢你。叶浩的声音继续响起，调动起身上最后一丝法力，将自己的储物空间打开，裂缝开启，无数雪白的梨花瓣从中飘出。这是叶浩这3个月为顾清寒准备的，原本想在遇到他之后给他一个惊喜，但谁想到再见竟然是这样的场景，花瓣飞舞，转眼间便将2人的身影覆盖。不知不觉间，2人周围的所有空间都盛开起了纯色的梨花，哀伤在空间中沉静和弥漫。接着，顾清寒就听见叶浩仿佛在弥留之际的低语：“对不起，清寒，请原谅我的自私，爱你，就希望你更好。你为我承受了8年的诅咒，剩下的该让我来承受了。”说完，叶浩脑袋一歪，再也没了声息。